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Biology。今天要来测一下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个项目，未来5年的运势。我做这个题目是有用意的，之后会说明。那么在个人讲解之前，我会先用塔罗牌分析一下大略的世界发展。我之前呢有用这副塔罗牌预测疫情，它连疫情之后会出现禽流感都很准确。那么这次我又试试看能不能看出什么新的东西。这副塔罗牌很进阶，所以解的方式和传统非常的不同。那我们就分成1、2、3、4、5每一年来看一下。第一年是倒吊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走在钢索之上，命悬一线。下面的安全网是蜘蛛网，所以它如果掉下来的话会被黏住，会被困住，或者是说它会直接掉下来，它没有办法支撑这个倒吊人。这边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乐器，像是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那么可以看到未来的一年呢，演唱会会到处开，人们依旧在享乐之中，没有看到下面脚下的情况，而是继续往前走，或者是意识到了，但也不得不往前走。再来第二年呢，是节制，人们依旧很安逸。你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穿着华丽的衣服在水中伸懒腰。那么这边是高耸的悬崖，下面则是庞大的洪水。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大家依旧是要小心会不会有洪水泛滥、溪水暴涨，以及去海边玩的时候会不会有台风把浪花卷起得非常的高。大家的住处呢需要往高处迁移。第三年的上半年则是恶魔，下半年则是宝剑侍者。那么在抽牌的时候呢，原本是预定只抽1张的，不过在3、4、5年它全部都掉出了2张，因此我把它分成为上下半年来看。到了第3年的时候，与恶魔共舞，所以这是一个幻象与心中搏斗的时期。在第3年的上半年会有很多的诱惑、欺骗、盗取，那么环境比较严苛，世界就会变得比较功利主义。下半年呢，则是科技业开始有一些新的创新出现，新的创意与服务开始上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有个自然的动物，像是豹一样，人类非常的大，就像是格列佛的大巨人一样，它将自然的产物踩在脚底下。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用一种坚定的意志与自然对抗，希望可以征服自然。在下半年的时候是一个这样子的景象。第4年的上半年则是钱币七，下半年则是世界牌。钱币七呢，大家衣不蔽体，但是呢又开始努力的耕耘，环境开始丰饶起来了。这边长了有许多的果树，许多的小孩诞生。这边可以看出来，第4年的上半年，人们非常努力的耕耘，并且摘取努力之后丰硕的成果。下半年是世界牌，世界牌虽然是一个非常完满、一个圆满的结局，可是在这幅牌当中，它的颜色非常的暗沉，比起钱币七，它反而显得有一点寂寥。在第4年的下半年呢，世界虽然长出新的枝芽，但是海水你可以看到却是污染的，有许多垃圾飘在上面。人类虽然渐渐的又活跃起来，可是可能很难出淤泥而不染。这边画的都是黑色的，和钱币七这样彩色的色彩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而且这边有乌云笼罩哦，所以世界依然是有点阴影在里面的。那么接续到第5年的上半年是圣杯七，下半年则是宝剑十。圣杯七看似选择很多，人类呢在黑暗中寻找光亮。另外可以提到是比较这个钱币七还有圣杯七，从一个近乎裸身的一个状态变成了大家都穿起了一个比较传统的服饰，所以流行时尚的趋势可能从快时尚，就是比较简单简易，变成为一个比较复古精致保守主义，所以时尚界的潮流会往回去看。
下半年呢，则是两强相争。你可以看到一个骑士拿着宝剑和巨龙搏斗，巨龙则喷出了火焰。这个呢，看起来是人类与自然的争夺，也可能是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博弈，风象和火象之间的竞赛。旁观者非常的多，旁观者显露出很担心的一个神情。宝剑十这张牌最后是一定会分出胜负，有一方会彻底的落败。不过这个结果呢，一定是世界是最输的那一方。那我们再来看，我还为大家抽出了光明面还有黑暗面。这张牌是光明面，它是宝剑骑士。黑暗面呢，则是正义牌。那么光明面是宝剑骑士，所以往好处想，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变迁得很快，所以才会分成上下半年这样子的发展。资讯流通很快，方法想得很快。那么黑暗面是正义，许多看似公平决断的事物，其实并没有受到决断，因为这是黑暗面哦，这是黑暗之光，剑它都垂下来了。脑子当中还是不停的计谋计算，这个世界呢，大喊公义成为一种表演，举着公义的秤砣，手中的剑去嫌累，想要放下，明升暗降就是最好的注解。这次我选的神谕卡呢，会从东方还有西方的不同力量来看一下，未来这5年会从哪里走向哪里，会学到什么样的人生哲理，还有思考人生的重点在哪里。就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有4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4。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影片都放在 YouTube， 请多多支持，感谢大家。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5年的运势。今天的占卜是一个轮廓，大家可以从一开头的外部环境来对照自己的个人状况，然后做出适当的调整。趋吉避凶一向是占卜的首要重点，而个人的意识可以决定你在生命经验当中学到了什么。下面的5张塔罗牌是第1年到第5年的运势，分别是钱币2、宝剑2、圣杯国王、圣杯8以及权杖侍者。那么你人生的重点则是盛开、慈悲心。那么你生命的旅程呢，会从第1年走向第5年的哪一边？从一开始的信赖、弹性。那么我们从塔罗牌开始讲解起。第1年呢，就是钱币2，这是一个权衡利弊的一个时期。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因为资源可能有限，这张牌是木星在摩羯座，加上冥王星呢目前在摩羯座，所以呢，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就容易被放大，变成呢需要挪东挪西的。未来的1年会稍微的比较忙碌，比较辛苦一点，甚至有人有养宠物或者是又生小孩，必须要照顾不同的2方，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期。有时候选到这组的朋友，甚至有可能需要兼差来增加生活的余裕，但是忙中也是有苦中作乐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他忙得非常的开心，看起来像是甜蜜的负担。到了第2年的时候是宝剑2，宝剑2是月亮在天秤座。月亮在天秤座的人呢，很容易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所以自己呢有时候会有点犹豫不决、犹豫不定。
有一些事情呢，走到了尽头，需要轻轻放下，却有点不愿意。心中只要觉得闭上眼睛不去看的话，你就当它没有发生。不过呢，这是第2章的第2，代表有一些人呢，可能需要暂时放下心中的梦想，为生活而积累财富。有可能呢，为了梦想不顾现实。有可能反过来说，有些人会因为知道钱的重要，只好告诉自己梦想现在并不重要。这是一个驻足不前，没办法往前也没办法往后的一个时期，这是第2年的状况。第3年的时候是一只龙，它瞪着我们哦。圣杯国王，这是天秤座或者是天蝎座。圣杯国王代表着能够指引你的重要人物出现了，而你终于跟随自己的心，将情绪中感知的化为脑中所想的。那么有一些人呢，会在这一阶段为人父母，这一段呢，也是一个比较运势很好的时期哦。到第3年的时候，第4年呢，这是圣杯8，这是土星在双鱼座。目前2023年的土星是在双鱼座，但是在2026年初会离开。到了2027年呢，会在双鱼的第2宫了，这个也是钱财的宫位，这个2也是钱财的宫位。圣杯8是一种失落，转而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背对了圣杯而离去，即便前面是荒漠，他也决定带着一根手杖，穿着红袍就往前走了。这张牌是指呢，你要顺流而行，并且呢，朝兴趣发展。由于这张牌是接在圣杯国王之后，可以想见选到这组的朋友之前为了家庭还有对象，为了成为稳重的人而有了一定的牺牲。第4年就是全盘思考你生命历程的时候了。第5年则是权杖侍者，这是火还有土的组合，也就是创意与务实并重的时期。那么可想而知，选到这组的朋友一路走来，在金钱与梦想之中摇摆不定，最终这组朋友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方式。重要的不是位阶多高，而是在生活中必须要有一定的热情。这边有可能有在大公司工作，在大公司当一个负责任的主管很好，薪资很高，很稳定。但是在小公司亲自参与创新，将热情释放出来也是很有生命力的。你看这个权杖侍者，他挥舞自己手上的工具，很开心的在他自己所种植的一个田野上快乐的跳舞着。所以到第5年跟第1年比起来，第5年非常的开心，似乎是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平衡得很好，也恢复了对生活的一个热情。那么人生的重点在哪一边呢？这边是盛开，你会将你人生所积攒的才能才华，在最适当的时机绽放给全世界看，带给世界惊叹。那么看起来最适合绽放的时间是第3年还有第5年。花呢，要每天浇水才能长得很好，开花花期是短暂的，所以前面的耕耘时期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会比较忙碌一点。再来一个人生的重点是具有慈悲心，要对自己还有对他人都带有宽容的心。我想这组的朋友要对自己好一些，因为从这边走到这边来看，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对他人失望或对自己失望的一个时期，但是要带有宽容心，对自己和他人都不要过分的严苛，要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态度去看世界。这张呢和圣杯8的精神，他只是默默的转身离去，他没有争执也没有责备，所以慈悲心在未来5年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甚至如果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也可以稍微比如说看看经书，念念佛经，看看圣经，看你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对你沉淀自己非常的有帮助，冥想也会很有帮助。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你个人的旅程会从生命一开始从哪边走到最后的哪一边。这一边是相信还有信赖，这边是弹性。这张牌你可以看到
沙漠的旁边有河流。这2张的沙漠长得很像哦，所以呢，你要相信他在这边沙漠，他没有办法看到河流，可是在这张的旅程当中，他的沙漠旁边出现了河流，就像一个绿洲，或者是他接到了一个很丰沛资源的地方。所以呢，你必须信赖相信自己心中的直觉。你离开了干涸的沙漠，你走上了丰沛的河流，有船在河上行驶，月光照下来一片的宁静。所以这段旅程呢，一定要相信自己，而不是他人。因为你是圣杯国王，你具有很强烈的直觉力，你具有很强烈心中的省察的能力。你最终圣杯把你沿着河流走，你会走到一个非常肥沃的绿洲当中开始发展，甚至有可能是走到大海。最终的你的旅程会走到一个很有弹性的地方。这两旁很像是秋天的竹子，它交织成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的感觉，是一个阴影之处。那么想要盖出你心中的圣殿，你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柔软性。竹子呢是非常有弹性的，它可以这样子弯曲而不被破坏。你必须具有一定的柔软性，才能适应社会带给你的考验。竹子呢也代表高风亮节，但是呢同时间它又可以谦逊的低头。5年之后呢，你会学习到在坚守你的价值之中，也能用柔软的策略前进。而且你心中的野心，这头猛虎被很好的隐藏与包围住，所以最终呢，它会带给你富有，带给你一个弹性面对社会，并且长足发展的一个能力，一个能量。你从黑暗走到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但同时间你要相信自己，也要具备弹性。我们再来看东西方的力量告诉你什么。这是东方的力量，他说你要驱逐黑暗。西方的力量则是告诉你未标记的一个路径。这张牌它是说呢，你要变成战士来驱离黑暗。在这5年当中呢，有至少3年的时间是需要这种战斗力的。你要想象自己是一位战士，才能握有力量，让黑暗不要靠近你。那么西方的力量告诉你什么呢？这是未标记的路径，这边是揭示，揭开真相。这里很明确的告诉你哦，钱币2和宝剑2的时期，你就知道此路可能有点不通，而你生活的路径必须是由你自己创造的，不是其他人走过的。你要当一个发现者，还有开拓者。你沿着没有十字路的河流走了下去，为生活揭示最光亮的部分。只有你自己，不会是别人。虽然这个路径它没有标记，但是你会用你的双手开拓出来，开拓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你要走出这个迷宫。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就是前人告诉你路要怎么走，那是他们的人生，你自己必须思考，综合一下你自己的人生要往哪边走，你的排列组合绝对不会和别人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光的讯息。光的讯息对你说了什么？非常的闪亮，只有光，还有分歧，或者是变异数。从这2张牌来看，这5年之中，你会有一点点觉得黑暗是不是将要靠近自己？前方的路不知道有没有出口，但是其实你按照直觉内心所选择的，你就会看到前方会有一个光亮。前方的路虽然很黑暗，但最终你一定会看到出口和光亮。那么分歧呢，是指你的自尊还有灵魂虽然看到了同一个事物，但是对你发出的讯息却是相反的。就像是左脑还有右脑在打架，你的自尊告诉你可能当主管比较好，会比较安定，但右脑的浪漫会告诉你这一生你想要创造的东西还在远方。所以你最终会学会面对未知的路径。你开始信赖前方一定会有出路，要不然你走不下去。
你能成为国王，但是你也能成为重新出发，成为有热情的年轻的一个权杖侍者。这也是竹子的弹性所要告诉你的。光的讯息，它在鼓励你要看到一个光明面。当你的理性和感性在打架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直觉，还有相信你自己所做的选择，因为一定会有一段的路是黑暗的，但是你要相信你可以走到最后的光亮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易经牌卡给你从哪里走到哪里的一个提示。你抽到的是地风生，再来是地天泰，这两张牌非常的好哦。地风生呢，是指你要低调的顺行，开始慢慢进行你想要的事物。所以如果你想要长得非常的高大，根基就要稳固。那么盛开这张牌和这个是完全是同一个意思，你每天浇水才会有长大非常耀眼的一天。这也是权杖侍者由小做起，这是一张细水长流、慢慢长大、慢慢进步的一张牌。再来，你会走到哪里？地天泰，地天泰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哦。上卦是坤卦，是包容；下卦是乾卦，是刚健不屈。它根本就是这张的慈悲心加上这张的龙而组成，有点像乾为天。对外部呢，你要用慈悲的精神去看待；内在要像这个战士一样，知道自己的目标，还有攻击力，还有你的精神要摆在哪里。那么你建立你自己的标准以及价值观之后，一旦建立就不容摧毁。5年之后，你的不管爱情、工作还是金钱，在你细心的灌溉之下，会有走到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一天。地天泰就是所有的万事皆具备，东风也已经来了。运势呢，就会有如行云流水，也会建立泰然自若的自信心。从易经牌卡来看呢，这组的朋友在小细节的地方会有需要你自己非常有智慧去处理，但是在大方向上面呢，只要你慢慢的成长跟灌溉，事情都会有被解决的那一天，而且是会有很好的发展。谢谢第一组的聆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2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5年的运势。今天的占卜是一个大轮廓，大家可以从一开头的外部环境来对照自己的状况，然后做出适当的调整。趋吉避凶一向是占卜的首要重点，那么个人的意识可以决定你在生命经验当中学到了什么。这是第1张到第5张塔罗牌，也就是第1年到第5年的旅程。那么你抽到了正义、节制、审判、皇帝和钱币4。那么我必须说，第2组的朋友，未来的5年对你特别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它很长，有5年。你更可能会走向创业。5张牌当中，你有4张抽到了大阿尔克纳牌，所以呢，这是生命当中的转捩点，每一年都非常的重要，都是重点。这一段时期呢，不是第2组的朋友可以浑浑噩噩的时期，一定要保持清醒，保持努力。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副牌组非常非常的稀有，我很少抽到这样子的牌。传说中的根本美德牌有4张，你这里就抽到了3张，另外1张是力量，不过你抽到的却是更有权威的皇帝，显示出这组牌的朋友长久以来遵守善良的行事风格，终于展现出他最纯粹的力量。所谓说，众生喧哗而诸神默默。未来的5年，可能这组朋友经过时间的展现以及生命的淬炼，在几年之后到达这个阶段，可能或许这组的朋友只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眼神，就会产生对环境的涟漪，就会产生对社会的影响，或对你产业当中的影响。
那么第一张牌我们来看是正义，它代表的是天秤座，和女祭司也有关系。那么女祭司是塔罗牌中的2，而且女祭司呢，她是长期读书培养智慧非常冷静的一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是比较平和退让的星座，那么在前一段时间你所做的努力，还有之前你不断的自我进修所遭受到的冷落，未来的1年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强大的转捩点，别人终于知道你的努力还有实力了。有可能呢，法律事务尘埃落定，还给你公平正义，或者是在你的交际圈当中、工作圈当中，过去的误会还有误解，它冰释了。甚至于呢，你会开始成为一个仲裁的角色，因为大家知道你非常的公正。那么在精神层面上，这个未来1年你会知道业力的力量开始运行，正义终于来到，而你所做的一切终于得到了一个补偿，好，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那么第2个就是节制，节制也代表了射手座。这张牌呢是在死神之后恶魔之前，它夹在2张比较负面的牌中间。这张牌节制牌，它连接了潜意识与物质世界。在第2年的时候选到这张牌的朋友，非常善于调和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问题，你算是一个中介者。在第2年的时候呢，你会接收到一些重要的讯息，来帮助你维持和谐的生活。你有可能会得到一些上天的指示，或者是你冥冥之中就会有直觉，知道事情要怎么做、怎么运行、怎么执行。所以第2组的朋友可以利用过去所带给你的经验去创造未来。尤其这张牌从正义延伸过来，就是你有能力平衡正与反的力量，你可以成为良善与邪恶之间的通道。尤其呢，这组牌的朋友一定在过去曾经落于下风，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不友善的势力，可以4两拨千斤。另外这张牌大家注意到这边有一个皇冠，像旭日一样闪闪发光。那么连接到你抽到的牌，这个皇冠戴在你的头上，这边只是从山边展开而已。所以在第2年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会连接到你第4年，成为一个领域当中的霸主。你之后的成就会在第2年开始发展。到了第3年审判，审判是冥王星你的星盘里面呢，可能和冥王星有很重要的相位。例如说太阳上升在水瓶座、天秤座、双子座以及狮子座。又或者呢，你就是第8宫的属性，因为冥王星代表了毁灭的力量，第8宫就是这样的属性。你在未来的1年当中是得到了外部的支持还有公益，但是到了第3年，这是一个你自己替自己打分数的时期，因为只有你自己才清楚你到底参与了什么，努力了什么。号角重新响起来了。第3年你会获取名声，这张牌也代表名声远播，声名卓越。那么有可能以前疏远你的老朋友，甚至于老情人，可能会重新来找你。不过这组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生活圈，你不一定都要全盘接受。另外我们提到节制是在死神之后，审判牌代表了重新复活，代表许多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大力回归，可以说是重出江湖。到第4张牌皇帝牌，这张牌所代表的是牡羊座。牡羊座呢，也是将自己的权利还有本性都展露出来的时期。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到了第4年已经是个成熟、经验老道并且具有策略的领导者。所以更重要的不光是世俗的认可，而是这组的朋友将知道自己创建了一个具备安全感，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主控权的人生。你甚至已经不需要外界帮你评定什么是公平正义，因为在你的圈子里面，你才是那个有话语权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你从前面的误解一直走到这边，你自己掌握了主控权。选到这组的朋友，你将来会为你自己的人生喝彩哦。到了第5年，就是钱币4，太阳在摩羯座，它是一个维持你工作状态的一张牌，它是一个比较守成的牌。摩羯座呢是事业宫的象征，从皇帝牌连接到也是皇帝，他手中握有金币的钱币4，非常有意思。第5年的重点是维持，它不再像前4年每一年都有大事件。皇帝的权力转成了财富的象征，你将你事业上的成功转为财富上的累积。皇冠呢变成了日常的装饰品，所以你守着你之前打拼的成果。第5年反而是一个比较没有波动的一年，它是一个保守守成的一年，维持住你的成果。那么我们再来看你的人生的重点在哪里？你抽到了至死不渝的爱以及大胆。那么得到正义的第2组你会发现就算受到打压，时间长了，上天绝对不会放弃你，他始终是眷顾着你。例如说，在爱情过往当中没有得到良善对待的人，老天爷就会送给你一个真正忠实的人，你会知道什么是永不休止的爱，它是一个比较永恒的，你会知道你被生活以及老天始终是眷顾着的。再来是大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一定要将你大胆的那一面释放出来，勇敢的冒险，将你对于风险的承受力提高，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这边有一只猫，所以你可以观察猫怎么玩耍。猫呢，它才不会畏惧人类，它也不会畏惧其他的事物，它做自己的事情，它很大胆的冒险跟玩耍，充满了好奇心。所以人生的重点在这5年当中，大胆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要记住哦。再来，我们来看第2组的旅程呢，会从生命的哪里走向另外哪一点。首先你抽到的是潮流，再来是勇气，这上面画着世界的地图，隐隐约约在云的上面。这张牌非常的宁静，月光在天空中，下面的河流一片的祥和，非常的宁静。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不要害怕生命的流向，河道是蜿蜒的，它不是笔直的，像这边它不是笔直的，所以你面向的前方，风景会不断的变换，会不停的转换。你不可能像是走在笔直的柏油路上，知道尽头有一些什么。另外一个呢，要记得要跟着社会的潮流、世界的潮流走。最终呢，河流会流向大海，把自己的专长和潮流稍微做一个结合，它才可能扩大你的市场，扩大你的个人价值。再来呢，你的旅程的最终非常的有意思哦。本来是平静的河流，最终你的生命在5年之后会激起千堆雪，涌起几丈高的浪。那么你的大胆给了你的勇气，这2张牌互相的映衬配合，所以水流冲击到了岩石，它溅起了戏剧化的浪花。所以你的作品、为人、事业等等和周遭环境起了非常强大的化学变化，你的生命产生了非常丰沛、非常有生命力的力度。尤其这张牌它上面画着地图，有可能呢在5年之后，你会面向整个世界的地图去做探索、探险，不管是你真的去不同的国家冒险，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品牌延伸到了不同世界的触角，一开始都是平静的，这边也是和谐，比较和谐的。到这边你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可以唤起大家的热情，带给大家非常震撼的视觉的一个响应，知道你这号人物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东西方的力量要告诉你什么呢？这是东方的力量，他说宇宙的地图要告诉你，爱玩爱笑的自己。觉得灰心丧志的时候呢，要看一下小朋友无拘无束的奔跑，来获得一些力量。那么西方的力量呢，告诉你这是一个孕育的时期，所以
东方的智慧告诉你如果事情的进行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可以去公园放空一下，看一下小朋友无拘无束的奔跑，来获得一些童真、纯粹、纯正的一些力量。那么西方的力量告诉你呢，这5年太重要了，尤其前3年呢，都是一个孕育还有拨乱反正的酝酿期。这张牌也很明显，它提醒有打算生小孩的朋友们，要好好的规划你的怀孕期，因为这2张牌都提到了小孩，所以有些朋友呢，这5年会进阶为人父母，或者是有另外一个解释是，你的事业可能和小朋友有关，例如保姆、健康食品、童书等等这类的事项，你可以考虑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光的讯息，你最终这5年你学会了什么？非常有力量。这张牌是转变，以及神圣的雄性力量。这个神圣的雄性力量，他把手举起来就发出了升上高空的火焰，和这边拍打到天空的浪花一样，非常的令人震撼。其实呢，你在第1年就开始转变了，但是更需要的是你的大胆还有勇气来执行这件事情。相信这组的朋友平时都是很平和的人，因为这几张牌都有天秤座啦，这些射手座啦，这些比较随意替人着想的一个特质在。但是你要成为牡羊座的领袖，所以必须要加入火的冲劲，对风象的朋友尤其很重要。领袖呢是稳定的，有决断力的，不是飘忽不定的因为之前提到了这个星座很多是有关风象星座的。再来是神圣的雄性力量，这张牌就是皇帝牌的注解了。这组的朋友，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事业上在家庭中都是那个中流砥柱，最大的支柱。这张牌尤其是适合创业、运动员，还有你要创造什么东西，你会创造出非常与众不同的东西，它充满了力与美的力量。再来我们看易经牌卡为你这5年下了什么注解，它是从一开头到最后。正为雷，封地官。正为雷这张牌呢，它表示未来呢一切还没有定数，但是选到这组的朋友终于发出了声响，雷鸣怒吼，响彻云霄，正义来临，大家知道你的存在，以及你所耕耘的事情，你所努力的事项，终于渐渐被周遭人开始所理解，所明了。到了最后呢，5年之后封地官，它是一张静观其变的牌，也就是钱币4的感觉。你看他坐着看着大家手上握有很多的财富金币，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时期风吹大地。那么这组的朋友在第5年的时候要多收集资讯，伺机而动。那么这个时期呢，可以将维持你的美德作为优先的事项。尤其这组的朋友，你的根本4美德当中，你就抽到了3张事实上，你是一个很温柔、很优雅，并且具有一定品德品质的人，所以可以将保持你的美德以做人为人作为优先事项。因为这个时期，因为风吹大地，很容易广为传播，就像是审判牌一样。你这个为人以及非常公正的态度，会在你的业界、家庭、家族之间传播，会在你的未来当中，第5年了之后，你可以由这张牌知道，你维持你的品德，将可以为你建立更大、更美好的名声。那么第2组的朋友，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5年的运势。今天的占卜是一个轮廓，大家可以从一开始的外部环境的占卜来对照自己的状况，然后做出适当的调整。趋吉避凶一向是占卜的首要重点，而个人的意识可以决定你在生命经验当中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么
从左到右是第1年到第5年的运势。你抽到的是钱币6、权杖侍者、圣杯6、钱币皇后以及权杖7。那么从整体来看呢，钱财还有事业可能是未来5年的重点，因为呢你这边心智的活动比较少一点，所以整体而言会比较实际一些。我们从钱币6第1年开始说起，这张牌是月亮金牛，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在未来的1年会受到馈赠，例如父母帮你付了新房子的首付，又可能是资助你的创业计划。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还有资助。你看这个人呢，他正在练习画画，你可以看到他画的并不是这个人的样子，看起来呢是一个比较初阶的一个程度，所以你也可能受到了资助，例如拿到奖学金去进修，你得到了长辈的资助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是得到一些长辈的传授，技术方面的东西有可能受到了传授。第二个是权杖侍者，这张牌呢是有一个新计划，虽然非常的有冲劲，但是也有很务实的态度。一个年轻人呢，他手看着他的木杖，等着火车准备到远处去冒险。那么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很可能会和许多的年轻人工作或者是相处，是一个比较有朝气又比较活泼的时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组的朋友你的工作和写作比较相关，例如说部落格，例如说出版书籍，或者是网页的写手等等，有关写作方面的事项，第2年的产出会非常的丰富哦。再来是第3年是圣杯6，圣杯6是太阳在天蝎座，选到这组的朋友回到了童年的时光，你可能会接触到小时候的玩伴或是常接触的老东西，这些东西回归到你的生命当中。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回老家居住，而翻出一些小时候热爱的物品，这张纸很像是小时候的图画或者是联络簿。如果你以前在某一些国家留学，有可能会回到你留学的国家，可能会有机会回去看一看它的变化。反过来说，有些在海外的人会落叶归根，但是这张牌呢，它有一些沉溺的味道在，也就是说在第3年的时候，会有些事件发生，让你更倾向于往旧有的事物靠拢。那么与钱币6一同观看，很多人呢真的会选择与长辈同住、分租，或是回到以前的公司。再来谈到第4年是钱币皇后，这张牌呢是射手座还有摩羯座，依据之前这3年的发展，选到这组的朋友也很可能会得到妈妈或者是外婆、女性长辈的帮助，他们对你的注意会很大。这张牌呢是很实际却也很温情的一张牌。这一年，这组的朋友会在一种物质丰裕的庇荫之下得到了长久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思考梦想与工作的时期。这个钱币皇后她看着她手中的金币，所以呢要创造一个平衡的富足，就是要在工作还有梦想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或是在家庭以及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总体来说，第4年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好，活得非常的富裕。到了最后一张牌，权杖7，它是火星在狮子座。经过前4年的发展，最后1年呢是一个爆发个人能力的时期。选到这组的朋友会捍卫你所坚信的东西，为了生活，为了爱情，特别是工作事业，去展现自己的自信。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勇气。你看这个小王子，他挥舞着火把，像是在捍卫着什么，正在星球上只有一根路灯陪伴着他。那么很多人呢，会从第5年的时候开始注意社会公益的事情，并且为自己也为他人争取
相应的权利。我们对照之前所抽的外部环境，黑暗的力量是正义。我想有些朋友会参与到一些社会上的事物当中，去思考怎样的生活方式对所有人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你人生的重点。你抽到了前世，以及这个女巫她运用了魔法的力量。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目前的情况呢，和前世的记忆有关。有些人呢，或许会遇到很有熟悉感的对象，甚至是你去的地方会激发你产生的某一种莫名的使命感，都让你觉得你必须去做，或者是你必须去那样的地方。你的前世和圣杯六是一个对应，所以它是一个你未来5年当中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是运用你的魔法，你的明确意图呢，会让事情变成现实。因为选到这组的朋友，你现在具有一种显化魔法般的神奇魔力，身上有一股力量是你目前是还没有发觉的。它其实呢，和深藏在你脑中的阿卡西记忆库有关。那么这张牌呢，也和前世的能力有关，但关键是你必须要清楚你的意图。这组的朋友在进行未来5年的旅程的时候，一定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当遇到贵人要资助你的时候，他资助你的数目或者是精准度才会越大。如果想要一笔留学奖金，你必须要知道你要读什么，你才能够去考取那样子的奖金。所以总的来说，一开始你就要抓到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要什么，这样子才有可能唤醒沉睡的能力。因为不光是你自己的能力，别人来帮助你，让你的能力更加成长，这件事情会让你的能力更快的被激发。倘若你有一个画画的能力，可是呢，你得不到一个相应的帮助，你可能成长的会很慢。但是若是你让别人看到你有一个潜藏的才华，你很坚定的跟别人说，我就是要当一个某某设计师，我要当一个园艺设计师，而且你并且朝那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别人就知道要怎么帮助你。那我们再来看你个人的旅程会从哪里到哪里。专注以及丰盛。专注这张牌是告诉你，你要专注在山顶远处的这个很高的目标。山顶上的雪是你必须要往前走去的一个目的地。虽然这边罕无人烟，冰天雪地，看起来很难到达，它这边需要你全神贯注。在你的塔罗牌当中，我看到的是所有的力量它都有一点分散，它没有在集中起来，没有集中在某一个领域。所以你从第1年开始就要训练自己的专注力，往自己的目标前进，你最后的旅程就会走到丰盛。一处野花盛开的花园，就像是钱币皇后一样，这边的花和这边的花颜色都非常相近。这张牌就是没有皇后的这张牌，你会走向丰盛之地。不过我得老实说，从这个塔罗牌的走向来看，很难说这样子的丰盛是你争取的，或者是他人给予的哦。不过不管是不是自己争取的，还是从长辈那边继承到什么东西，这都没关系，这都不要紧。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生命过程是不一样的，重点是要接纳目前的状态。尤其是个权杖七，它告诉了大家，或许别人不认为你应得，但是你必须要捍卫自己的位置，所以你挥舞着这个火把，把这些异议者都驱赶出去。这有一点像是什么呢？有一些明星啊，他嫁娶了一些粉丝觉得很平凡的人，不过旁观者是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历经了什么事情。最终要坚信你会走向丰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方力量告诉你要运用怎么样的智慧。你抽到的是斩断紧张、怀疑还有害怕。那么西方的力量会告诉你什么呢？他说，
充分准备会化为丰硕的成果。这张牌是讲说要坚守立场站稳，斩断紧张、怀疑还有害怕，也可以说是这张牌就绝对是权杖7的注解了，非常的生动神奇哦。选到这组的朋友，你走向了后座之后，不要怀疑自己，坚守立场就对了，也不要去思考或者是怀疑自己。有些朋友会去想自己的短处，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你一定要先思考，你有一些特质才会坐上这个宝座，对吧？那么西方力量告诉你什么呢？你看到这边穿着非常华美的一位贵妇，她手中拿着网子，她网住了一些海马，好，这是河豚，但她旁边收获了很多的珍珠。这边说呢，充分的准备会化为丰硕的成果。这张牌又是讲丰盛，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只要走稳每一步，往高山顶望过去，身上呢穿好保暖衣，雪鞋也都穿好，良好充分的准备会让你看见高山上不同的风景，就像是天池旁边会长出许多有生命力的奇花异草，等待你去发掘。这边的丰盛非常的美好，这两个都是穿着非常华贵的一个象征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你抽到了很多丰盛的牌卡哦。那么我们再来看光的讯息要告诉你什么。这个爱心很漂亮哦，它说的是呢，女性的力量。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很有爱心、具备非常柔美阴性力量的人，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哦，这都是一样的。一路解析下来，其实我有一种感觉，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是一群别人比较容易羡慕、嫉妒、恨的那样的族群，就有点像是为什么主管选了这组朋友升职，却不选他人？为什么他的对象会选择了这组朋友？为什么这组朋友会生在好的家庭，得到了很多资源？但是这组的朋友呢，要记得默默的做事，不张扬，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具有的力量，你是有一个显化的能力，而且具有神奇的魔力。现在看起来你神奇的魔力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女性的力量，这种女性力量就像是易经里面的坤卦一样，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非常强的一张牌。所以呢，你默默的做事，不张扬，对所有人都很善良，也很温柔。所以最后呢，你就得到了，最后丰盛就是你的了。那么很多人呢，会无法意识到阴性沉稳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很多人只容易看到了开创的力量，例如乾为天那样子阳刚的力量，所以不能明白说充满爱心跟善良的人，最后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抽到了什么。你第一张牌抽到了泽火格，再来抽到的是风雷翼。选到这组的朋友，这5年当中呢，你会从一个少女的天真成长成有智慧的女子，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不管是轻熟女、熟女，不管你在什么年龄，变革的力量是非常缓慢的、渐进的。从少女成长到熟女是需要时间的，甚至呢，很亲近相处的人都很难察觉到这组朋友的改变。所以有可能怎么样？换工作，有新恋情啊，新的生活态度会慢慢的主导一切。再来，最后达到了风雷翼的状态。这张牌呢是互助互益，从交易当中得到双赢的状态。婚姻中就是互相扶持，甚至你和你的对象在一起，会因为结婚或在一起而一起创业。这张牌凸显了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跟刚才我说这边这组的朋友未来5年会过得比较实际一些。钱币皇后也完全讲了这件事情，她的态度是一个很成熟的，让生命更加的圆满。像钱币皇后一样，她知道她走过来的路有多么艰辛。钱币皇后也是一个很善于帮助他人，会很像是慈善组织的领导那样子。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从根本上而言，
会从受人帮助的一方，经过几年的成长，成为可以帮助人的那一方。希望大家记住，自己是一个拥有非常强大的阴性以及女性力量的一个族群，要好好善用这股非常沉稳包容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讲解就说到这边，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5年的运势。今天的占卜是一个大轮廓，大家可以从一开头的外部环境对照自己的状况，然后做出适当的调整。趋吉避凶一向是占卜的首要重点，而个人的意识可以决定在生命经验当中能够学到什么。那么这是从第1年到第5年的旅程。塔罗牌抽到的是宝剑6、钱币9、钱币4、宝剑侍者以及权杖8。从第4组的牌卡来看，整体而言，大家呢都还在一个比较像是学习的阶段，需要去认识生活中的各种方面。因为呢，这些牌组缺乏了圣杯的力量，表示说第4组的朋友在生活中倾向用左脑活动，右脑的活动基本有一点停止了。那么这一组的朋友会很认真的用理性来雕琢自己未来5年的生活。首先我们从宝剑6开始看起，这张牌是水星在水瓶座。那么水瓶座刚好在2024年会完全的进入冥王星，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最近开始就会理解到，你在的地方有些价值观或是观念可能不适合你，你也不喜欢那样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精神上会选择放弃某一类已经固着的价值观，甚至你也可能会离开一段感情或者是一段工作。不过这整个感觉更像是你想要去寻找有正确的思维还有沟通方式的一个地方，甚至你会想去旅行。从这个整体而言，它看起来并不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或是很负面的。尤其你下一张牌接到的是钱币9。那么钱币9呢，它是金星在处女座，这是一张传统上非常独善其身的一张牌。不过你的物质收入是大于支出的，你知道你辛勤工作换来了什么，你会少了一点自由，因为这张鸟的头被红布所蒙住了。所以这段第2年的时期，即便你如果有另外一半，都还是可以保有强大的自主性，外貌也维持得非常的好，是一段宁静与富足的一个时期。到了第3年，就是钱币4。钱币4呢是太阳在摩羯座，最近好多组别都抽到这张牌哦，可见的大家对于保守存钱这件事情非常的在乎哦。在第3年的时候，或许是收入没有增加，所以为了维持安全感，支出反而会减少。那么钱币4的下一张牌，就在塔罗上的下一张牌钱币5，是一个比较缺乏的一张牌。那么当然大家没有抽到，可是它是有一个连带关系的，所以到钱币4的时候，这组的朋友会很有危机意识，知道要存更多的钱。另外这张钱币9，我们会感觉到它像是在乡村后面有葡萄园以及一个庄园。这个钱币4比较像是在城镇之外，因为它有高楼。可以想见，有一些朋友会为了存钱跟省钱，削减了旅游的经费。安全感对于第3年是最重要的。再来我们谈到第4年是宝剑侍者，这个是风象星座的牌，所以呢，一些本来比较保守的态度开始消去，思考活动又开始活跃了起来。或许这组朋友又重新在社交软体上开始引人注目，有很多的交流跟沟通，或是参加有很多年轻人的聚会。工作上则是有一些新的计划还有想法等待你去实践。尤其这个宝剑侍者他举起了剑，蓄势待发，
谁都不能阻挡他想要往前的一个决心。再接续到第5年的权杖8，就是水星在射手座，又和前面的水星有关联，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从离开了旧的思维和旧的沟通方式，进到了一个新的思维跟新的沟通方式，和5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大量的往来的讯息沟通。这组的朋友吸收了更高深的知识，因为射手座代表第9宫哦，所以也会连接到国外的知识，甚至在5年当中，你会学习新的一门语言，新的语言学习有成果了。所有的事情呢会飞速的进行。没有进入恋情的朋友，在第5年有可能有一个非常快速进展的恋情发生。而第4组的朋友，你更愿意冒险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人生的重点在哪里呢？你抽到了内在的女神以及富饶。这组的朋友抽到了内在女神，原本在所有的人心中其实都存有一股如女神般的智慧还有力量。那么这组的朋友呢，除了有理性的思维模式，也需要将内在的金星能量给释放出来，也就是将爱跟热情的部分提炼出来。我刚才讲了，这边少了圣杯的能力，而圣杯就是爱的能力。这边是抽未来5年的重点，所以要在心智活动或者是注重实际当中，也要稍微去探索一下心中的热情还有心中的情绪。如果这组的朋友提炼出一部分这样子的能量，可以让身心更加平衡。我们都说4种元素缺一不可，它维持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平衡，心灵的一个平衡。爱也是很重要的，另外美也是很重要的。再来是丰饶，所以这组的朋友呢，目前是展开新计划还有新的能量的最佳时期。自己知道，所以你会转身去探求新的一个地方哦，你会离开旧有的东西。那么这个时期，这5年当中，你所拓展的事物会达到成功，就像是钱币9一样，会身处在富足当中。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可以拿花束还有水果来装饰家里，让消极的态度消失，转向积极正向的能量。这张牌画的是一个春天的景象，像春天一样丰饶富足的能量就会充满你的人生。那么我们再来看选到第4组的朋友，个人的旅程会从生命中的哪一边走到哪一边呢？你抽到了出入口。再来是喜悦，这张牌太可怕了，你看它这边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portal， 就是一个出入口。它和这边对应的宝剑6，一开始就是一扇门，所以你出去就会有一扇门等着你哦，就像是独角兽一样。选到这组的朋友有非常独特特殊的光芒与才华，所以你想要寻求一条新的路径，可以开启那个传送门，帮你传输到一个对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必须要和你的心智相符合。再来呢，你的旅程最后会走到哪里呢？你已经走出去了，最后你会走到一个充满喜悦的地方。那么这里画了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它后面身后也飞了很多似乎是同类般的鸟。那么在钱币9当中，这只鸟呢，我刚刚说了，它被蒙住了头，所以它无法飞走。那么钱币9呢，又指向了单身的女性，所以在你的旅程5年之后，可能会因为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而非常的开心。选到这组的朋友，最后你的心智会大开，并且感到心灵的自由自在，直接到了权杖8的生活。每天呢，讯息满天飞。麻雀是一个叽叽喳喳会群体生活的可爱小鸟，它是鸟群，一群一群的，非常多的沟通与交流。重点是过程是让你非常开心的，非常喜悦。这5年呢，你会从独自发光的一批独角兽走向了群体。可以说这5年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略的称为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来看东方力量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呢？这张是魔术师。那么西方力量要告诉你什么呢？这张是观察者。东方的力量说了，你的认同造就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组的朋友，你可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认同选择。从刚才的塔罗牌到这边的牌卡都指明了这一件事情。不过这组朋友，你一定可以创造你认同的生活，因为这是魔术师，你可以显化你所想要的生活。那么西方的力量告诉你什么呢？这边是写说超个人。超个人是指说要超越个人的心理层面，以及世俗的经验以及世界观。这个观察者就是你要站到高处，退后到一步来看到大局。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在决定事情之前，要先停止做一些细琐的事情，你必须看到全局的重点，进行一个抽象的思考，要想很透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尤其呢，在钱币4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也很像是静止不动的观察，蓄势待发，先握有自己的资源之后，再想说下一步要怎么做。这边就是对应到这样子的能量。再来我们来看光的讯息指引你要学会什么事情，在这5年当中你要学会什么。这边是领悟或者是启发。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看起来你会进化哦。你看一个圣光以及四通八达的网络把地球给围起来。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要从旧有的习惯和模式当中跳脱出来。你的身心灵呢，将会适应新的思维的方式，还有更高的观点。你看这个人在高处看着这个新的观点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当你遇到要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要抽离当下的一个细琐的一些条件，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旁边人给你的建议，你要从长远来看，5年之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的认同是什么。所以最后这组的朋友会进化成非常灵活的人。宝剑侍者就是新的心智的一个产生，新的心智的一个学习。权杖8就是悠游飞翔于各种资讯当中。整个地球因为这样的讯息跟资讯的网络而发光了。选到这组的朋友，最后你的讯息呢会四通八达，远及海内外。所以你会去学一门新的语言，因为你可以看其他地球上不同的人沟通哦，参与不同的社团，使用社交软体和不同的人做应答跟回应。那么我们再来看易经牌，总结了你这个旅程从哪里到哪里。首先是山火奔，再来是火天大有，可以想见你抽到山火奔这张牌。一开始你的环境呢，似乎会让你觉得比较空虚，因为很多事情都只是昙花一现，大家都不愿意做一个长久的建设跟考量，没有实打实的内涵，你尤其不喜欢这个感觉。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你可能在工作、周遭的环境，甚至是你的对象中，发现了令你不能接受的虚假状态。一时的灿烂跟美丽虽然看起来很美好，可是最终的内涵和价值观如果都不合的话，会让大家都倍觉痛苦，互相适应也适应不来。不过到最后你会走到火天大有的一个状态，这棵果树长满了果子，沉浸在美丽的阳光当中。最终这组的朋友会大有斩获，生出了一个非常富足的生活，就像是丰饶是你的重点一样。这边是内涵，这边是丰饶，所以这个华丽不实的东西你会摒弃它，最后走到了这个非常富足的一个世界。而且它也很像世界的大树哦，长出了很多丰硕的成果，日丽中天。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5年之后你会怎么样？很容易名利双收。火天大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牌，不管在工作、金钱还有爱情当中，
都是非常吉利的一张大好牌哦，所以非常容易名利双收，看起来结果是相当好的，而且生活会更加的富足跟更加的多彩多姿。那么选到第4组的朋友，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